夫君迎娶我嫡姐进门的前一晚，他对我说，灵儿苏家示威，只好委屈你了。他只道我是江城乡家不受宠的庶女，为了能够在朝中站稳脚跟，才迎了我嫡姐进门。可他却不知整个大周朝都是我的囊中之物，这个天下，他既然不想要，那我就送给别人好了。苏家门外鞭炮齐鸣，十里红妆，看不见尽头。今天是我夫君苏锦轩和我嫡姐江管月的大喜之日，我称病躲在院子里，听着外面的喧闹声，心里荒芜一片。丫鬟双重重将院门关上，眼神愤愤不平。小姐姑爷，当初迎你进门的时候，可说了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绝对不会纳妾，这才几年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果然，男人们一个好东西。我抿了一口茶，想起昨夜苏锦轩愁容满面的开口，灵儿苏家示威，只好委屈你了，不禁有些好笑。男人要变心，只需要用几句话就能把你打发了。不过好在我不是男人变心就要死要活的恋爱脑，我是江城乡家的庶女江成林。我的母亲曾经是大周朝的大长公主先帝，和我母亲一母同胞，而现任皇帝乃是从王室过继而来的。先帝将我母亲赐给丞相，公子将你为妻后3年便中毒而亡。待到现任皇帝继位后，为了讨好郑国将军，却下旨让我母亲与江里和离自郑国将军嫡女柳娇娇为江里之妻。至于为什么江管月是姐姐，那是因为柳娇娇和江里早有私情，两人珠胎暗结，未成婚时便生下了江管月。直到我母亲与江里和李柳娇娇和江里成婚，江管月才回到丞相府。为了弥补江管月多年来缺失的父爱，江里请了一道旨，因为这道旨意，江管月变成了嫡女，而我成了庶女。母亲离开时未将我带走，从此以后对我不闻不问。有娇娇生性恶毒，江管月也学到他母亲那一套，时常欺辱我。我在府中无人庇护，生活举步维艰，而我不讨父亲欢喜，他对我的遭遇也视而不见。丞相府和苏家一墙之隔，每当江怀月欺负我的时候，只有苏锦轩会来帮我，因此在我心里，他便是对我最好的人，而我和他的亲事也是他自己求来的。犹记得那日洞房花烛夜，苏锦轩握住我的手，深情款款道，我此生绝不负你。如今不过1年，他就迎了新人进门，夫人大人，请您到祠堂去一趟。假日午后，我正坐在软榻上，袖手怕苏锦轩身边的人忽然来了院里我的手一顿，心里隐约有了些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到了祠堂，我才发现江管月也来了。他站在苏锦轩身边，正得意地看着我，不光是他们2个，还有苏家的长辈也被请了回来。我上无婆母与公爹美，每当苏家有大事发生，都会将苏家长辈请回来。夫君找我来何事？苏锦轩满脸心虚不敢正眼看我灵儿，你和玉儿都是我苏家的媳妇，但妹妹为妻，姐姐为妾，说出去不怎么好听。说到这，苏锦轩说不下去了，那夫君的意思呢？我始终保持微笑，想让玉儿做正妻。苏锦轩眼色复杂，有些难以启齿道，你就为妾吧。课堂内一时间落针可闻，我的心突突直跳。苏锦轩清秀俊雅的脸忽然变得陌生，我深吸一口气道，据我所知，苏家祖辈也曾有过同时迎娶一对姐妹姐姐为妾为妻的先例，然而却没有贬妻为妾的先例。按照夫君今日的说法，那么苏家当初是否也曾遭人耻笑？还是说夫君为了姐姐随意找个由头要将我贬为妾是将？张成林苏锦轩冷了脸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苏家，你难道不知道如今我在朝中的艰辛？我自然是知道的。科考过后，朝中新贵如雨后春笋般崛起，这些人皆投靠在朝中大臣的门下立仗，而苏锦轩才情皆只是中等，却孤高自傲，在朝中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荒。不择路的他去求了我父亲江丞相，也不知两人怎么谈的。苏锦轩回家后，他还要迎娶刚刚和丽归家的嫡姐。你作为苏家的媳妇，不仅无法助力，如今为了这点私心，还要让苏家被人耻笑。苏锦轩的脸色越来越阴沉。妹妹江管月适时开口，你家拉进苏家1年也未曾有运本，就对不住苏家。倘若我做了正妻，生下的孩子便是丞相府嫡女苏家家祖母的孩子，为了这个孩子，爹也会在朝堂之上提携夫君，他就忍心看着夫君在朝中举步维艰。苏家嫡子乃庶女所生，而被人耻笑。江管月说完，苏锦轩长叹一口气，紧握住他的手道，还是育儿时的大体。江管月勾起嘴角，为了夫君做什么都愿意。苏锦轩转头看向我，眼里掩不住的厌恶。江成林，你太让人失望。喉咙中仿佛被堵住，心里像有针般扎着疼。苏锦轩和江管月真是好一对鸳鸯，那么各位长辈的意思呢？我握紧了双手，锦轩说的不无道理。苏家一位颇有权威的老人道，虽说苏家祖辈有先例，但也只是特例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就按照锦轩说的办法。其他人随声附和，我轻轻抚了抚掌，冷笑开口，各位怕不是忘了我，江成林骨子里可流着一半皇家的血。我看一眼江管月，即便圣上当初为了拉拢郑国将军和丞相府，也只是让我母亲和与我父亲离，而不是让我母亲做妾，而今日你们敢让我为妾。我瞥了众人一眼，苏家这是要藐视皇权。此话一出，苏家人皆变了脸色，有的老人更是拐杖，都差点杵不稳。是我这么多年在江家的地位让他们产生了错觉，他们忘了江成林的成林2字乃先
帝所赐城是皇家姓氏祠堂一闹，我到底还是正妻江管月，或许是给苏锦轩甩了脸色。这天晚上，他破天荒来了我的院子。此时我正在用晚膳，看见他之后，手一顿，淡淡开口：“夫君接着过来，也没提前告诉我一声，夫君还是到姐姐院里吃去吧。”苏锦轩一脸尴尬：“我吃过了。”随后他又道：“灵儿，你是否还在怪我？”我停下筷子，深深望了他一眼，不敢。苏锦轩急了：“灵儿，你将正妻之位让给你姐姐可好？你虽是皇家人，但对我毫无益处。你姐姐若为正妻，岳父也会提携我的，更何况苏锦轩低头不敢看我，你在丞相府也是庶女，如今做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你姐姐不一样，她是岳父大人的掌上明珠，她是那样骄傲尊贵的女子。”啪的一声脆响，茶盏在地上四分五裂。我看着苏锦轩的眼神失望至极，因为江管月尊贵，因为她是嫡女，所以我就该做妾。苏锦轩，你当日求娶我的时候承诺过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我在丞相府里过着怎样的日子，如今你怎么有脸提出这种要求？苏锦轩无言以对。我知道我和苏锦轩已经渐行渐远，他再不是当年坐在围墙之上笑容灿烂的少年郎。他为权贵，为苏家压弯脊梁，折断一身傲骨。我认清了事实。夜色昏暗中，一枚信鸽从苏府飞出，一路直向西北而去。裴燕慈回来的时候，正是3月赏花的好时节。我在酒楼朝大街上遥遥望了一眼和骑在马背上的裴燕慈，四目相对，不一会儿，他便站在了我面前。苏夫人，好久不见。我静静打量着裴燕慈，微微一笑：“燕慈，你瘦了许多。”裴燕慈有一瞬间的怔愣，随后很快恢复过来。这一桌菜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我看着他笑：“燕慈，我替你接风洗尘。”裴燕慈，人称裴小将军。裴氏一族乃大周的名门望族，世代习武，以武力争天下，历代裴氏男儿皆以身殉国。裴燕慈是裴老将军裴默的独子，3年前裴默战死沙场后，裴氏便只余下他这一根独苗。昔日求娶我的人，除了苏锦轩，还有他。我和裴燕慈7岁相识，互相看不顺眼，对于他的求娶自然是拒绝的。我和苏锦轩成婚后，陈燕慈便领了军令，远赴边疆镇守边关。酒足饭饱后，裴燕慈眉眼冷淡：“你找我回来何事？”对双儿使了个眼色，双儿心领神会，将包间的门关上，退了出去。包间里只有我2人，我看着裴燕慈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，一字一句道：“燕慈，这天下我送你如何？”陈燕慈脸色微变，看我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。她挑挑眉：“怎么苏夫人想造反？”我微微一笑：“当今圣上本就名不正言不顺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就可以把你抓进大牢。我不会的。”我笃定一下。裴燕慈眼神玩味：“苏锦轩呢？你当初拒了我的婚，当时爱惨了，他怎么如今却要来找我？”我的笑意收敛，淡淡开口：“不忠之人没有资格和我并肩而行。陈燕慈是偷偷回来的，他以裴家人丁丹伯需要开枝散叶为由，上折子奏请留在京城大。亚洲国力强盛，边疆也很太平。皇帝深思熟虑一番，估摸着1年半载，敌军不敢来犯，便准了接下来，这到该我出马的时候了。”苏锦轩和江管月一早就出了城去郊外踏青，他俩前脚刚走后脚，我便出了门。今日我约了户部尚书的千金良鱼出门听戏，户部尚书掌管着国库，够得到他的支持，我的计划才能更进一步。良玉爱听戏，我华重金请了京城非常有名的戏班子过来，他才勉为其难跟我一起。平日里他是好脸色都不愿意给我的戏，刚听了一半，木头碎屑纷纷掉落下来，戏台即将坍塌，两鱼还正沉浸其中，来不及反应，眼看断裂的台柱就要砸在他身上，忽然旁边一人飞身掠过他，拉了出去。杨玉抬头直接对上裴燕慈含笑的眼睛。第2日，圣上下旨将户部尚书嫡女良鱼赐给裴燕慈为妻，为裴家开枝散叶，夜后完婚。燕慈，这些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如今朝廷的中流砥柱。酒楼之上，我为裴燕慈一一引荐。裴燕慈久在边疆河场，朝中新进的势力并无交集，造反3要素：人才钱财兵马，缺一不可。当今朝中炙手可热的朝臣，都是我曾经资助过的穷苦书生。在入朝堂之前，大都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科考，但在钱权当道的大周朝，岂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？我拿出自己少得可怜的嫁妆，又从苏家账上支了些银钱，用来帮他们打点关系，他们成了我的恩情，自然会站在我这一点。夜色入幕，我才回了苏府。小院里灯火通明，苏锦轩和江管月早已经在我院子里等着我。江成林，我还未踏进院院，愤怒的声音一到我的耳边，我施然走进屋内，就见双儿跪在地上，脸上的巴掌印清晰可见我的脸登时冷了下来。夫君和姐姐有气可以来找我，何必迁怒一个丫头？苏锦轩气的半边身子都在抖。你说说你今天去了哪里？出门逛了逛而已，还敢狡辩？今日有事外出，却看见你跟一男子有说有笑出了酒楼。堂堂苏家夫人竟敢与外男私会，苏家有你这样的媳妇，简直有入门没妹妹，你也别狡辩了。江管月得意至极，我亲眼所见那人可是当初求娶过你的裴小将军，你这样做，江夫君置于何地，又将苏家置于何地？我看了，套人一眼将双从地上扶起来。夫君既然认定我与人私会，我无话可说。夫君
君想怎么处置我？苏锦轩微微一愣，将管乐拉了拉他的胳膊，拼命朝他使眼色。苏锦，子轩脸色极不自然。俗话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本不愿追究，但今日我翻了翻家里的账簿，发现你幸从4次支出1000两银子，如此大一笔银钱，却没有记录正经用途。你德行有亏，不配做苏家媳妇，但你我也曾有情我不休，你希望你自愿和离这1000两，我也不再追究，就当我对你的补偿。我看着苏锦轩终究是摇了摇头，那1000两银子正是当初用来资助书生所用，这件事苏锦轩是知道的。那时我和苏锦轩情正浓时，我与他说起此事，他的眼里俱是柔情蜜意。灵儿心地善良，是我的福气，你是苏家的当家夫人，家里一切开支都由你说了算。苏锦轩知道，只要我还在苏家，江管乐就永远无法坐上正妻之位。为了能与我和离，他竟做到如此地步也罢，和离也好，顺了他的意，也顺了我的意。我和苏锦轩和离后，只带走了双离开。那日，江管乐还不忘嘲讽我说过的，你永远也比不上我。他附在我耳边低语，其实我根本就不爱苏锦轩，我嫁给他，就只是为了让你难受。我见不得有人心疼你，宠爱你，我就是要让你一辈子都得不到幸福。我看着江管乐笑了笑，我若是依靠别人的疼，宠过活，便也找不到这样大。从此以后，苏家与我再无干系。你安心做你的苏家夫人吧。我没回丞相府，只在中央大街的一条小巷租了间小院。自从我娘离开那日，丞相府便不再是我的家，江林也未曾来寻过我。他这个时候正忙着题写他的家训。1月后，裴燕慈大婚，我也被邀请在列。裴燕慈站在门口迎客，他的脸上带着笑容，好像真的娶到了自己心爱之人。念慈，恭喜你。裴燕慈笑容更盛。宾客喧闹声中，他用只我一人能听见的声音道同喜。我朝他点点头，笑得别有深意。在婚宴遇到苏锦轩和江管乐时，江管乐忍不住对我冷嘲热讽，却被苏锦轩拉走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中带着愧色，想必江管乐成了正妻后，他的日子也没好过到哪里去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我该关心的事了。当天夜里，裴燕慈翻墙进了我的院子，我被他的动静吵醒，摸索着点燃蜡烛。裴燕慈穿着大红喜服，并在屏风后，公子如明珠，清冷如霜，他眼的不眨的盯着我，悠悠开口，我裴家世代忠良，到了我这一代却出了个不孝子孙造反的罪名，我替你担了。江成林，你说你要怎么补偿我？说完，他的唇便附了过来，他的唇舌带着一股薄荷的清凉，我有一瞬间的迷糊，他很快清醒过来，咬破了他的舌尖。裴燕慈退了出去，他看着我，眼神有些迷离，求人办事总同样一点好处，我嗤笑一声，这就满意了。裴燕慈呼吸一滞，直接将我抵在床边，热的呼吸喷在我耳间，那你想怎样？我用手勾他的腰带，将他带到床上，这样才够刺激。夏日天色将明，裴燕慈亲了亲我的额头，我该走了。昨夜我将他灌醉，这个时候也该醒了我，可以在床头看他一件一件捡起散落一地的衣服，悠悠开口，今日你去上朝，摸着能有一个好消息。裴燕慈系腰带的手一顿，什么好消息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果然，宋朝之后，裴燕慈又赶了过来，一见我，他便开口道，圣上派郑国将军去了边疆，把百里加急来报边塞一场。杨国蠢蠢欲动，裴燕慈眼神探究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别会告诉我，你为了将他拉下这个位子，丧心病狂到与梁国勾结，手上的书被风吹得沙沙作响。我的眼神停留在书页上面，我和梁国太子乃是就交书信一封，让他给皇帝添点麻烦而已。你刚刚成婚，皇帝不会派你前去镇压朝中可用之人，也没有郑国将军一人了。裴殿慈沉默一会儿，眼神嘲讽你，倒是只要有利用价值的人，一个也不放过我。放下手中书，抬眼定定，瞧他对你自然是有1分真心的，10分真心，还有9分在何处？我无奈放下书，默默叹了口气。裴燕慈真是难缠的，锦郑国将军打了败仗的消息传回来，满城条街经。我在给梁国太子的书信中，只是让他时不时在边疆拱点火，拖住郑国将军就行，但没想到这把火烧的实在猛了些。郑国将军战败，杨军气焰高涨，隐约有即将失控的架势，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。裴燕慈又被派去了边疆，我陪他一起走了一趟。边塞苦寒无比，一眼望去，满眼黄沙，看不见尽头。帐篷里生了炉火，我披着厚厚的狐裘，卧在榻上取暖培养。见此满身风雪从外面回来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人梁国的太子殿下梁景。我有杨国太子相识于幼时，彼时他还是大周朝的质子，如今相见已经过去快10年，故人相见怎么缓？还卧在榻上不下来。梁景大笑，梁国民风剽悍，国人皆性格爽朗。我拍了拍身侧微笑道，来坐这里。裴燕慈的脸顿时黑了，梁景丝毫没管裴燕慈，大咧咧在我身边坐下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我竟然还能到大周的军营里来做客，说吧，能让你亲自前来，是很重要的，是吧？我点点头，大周愿与梁国永结秦晋之好。梁景有些意外，盯着我不语，半晌才道，这是成名的意思，还是大周皇帝的意思？我一字一句成名，名的意思就是大周的意思。梁景笑了，我军政士气高涨，
此时若不让他们打个痛快，恐叫将怨言四起，他是一点亏也不想吃。我看着地上烧得正旺的炉火，轻声开口，待我执掌干坤定宫，5座城池与梁看我不似作假。杨景笑得别有深意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杨国多退了兵，并派了使者前来大周求和，裴彦慈也被召回京城郑国。将军因战事不利，被朝中大臣上奏，从大将军贬为车骑将军。裴彦慈语气淡淡，上奏的朝臣均是你当初资助的那些人。我嘴角勾起浅浅一笑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裴彦慈目光幽深，恭喜你，离你的成功又近了一步。我摇摇头，还不够，既然郑国将军已被贬谪，那就再添把火好了。第2日，丞相因贬低女为庶女也被弹劾，苏锦轩逼正妻和离，抬妾为7倍，连带这下子那人的左膀右臂全没了。江成林是不是你做的？江管乐目光发狠，那双眼睛牢牢盯着我。郑国将军被贬丞相被贬，苏景轩也被贬，和江管乐有关系的人都被贬了。他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气势冲冲跑来找我，苏夫人在说什么我不明白，我语带困惑，我只是寻常女子，哪里有这么大能耐？你没有？难道裴彦慈还没有吗？江管乐的目光满瞳淬了毒，你分明就是故意报复我们，你恨爹爹对你视而不见，你恨苏郎，为了我跟你和离，你和裴彦慈狼狈为奸。我祖父被贬，正好可以给他的仕途让路，你也知道。我冷不防一句，江管乐便愣住了。你也知道你爹对我不好，你也知道苏锦轩抛妻另娶你，既然都知道，怎么还有脸还质问我？这一切都是你们罪有应得。江管乐欺负我欺负惯了，没想到我竟敢出言讥讽，一时之间状若癫狂，他朝我扑了过来，我侧身一躲，江管乐扑了个空，反而撞到桌子上，将茶盏撞碎，他的手摸到碎瓷片高高扬起，朝我的脸刺过来。忽然一道劲风袭来，有人还住我的腰带，离原地江管乐再一次扑空，一声痛哭。江管乐抬起头来，已经是鼻青脸肿，细心保养的脸不复平日里的花容月貌。裴彦慈江婉月简直快喷出火来，别忘了你已经是有家室的人，如今却跟江成林不清不楚。我和梁宇可是好姐妹，你信不信我将这件事告诉他？你敢裴彦慈？放开我！看向江管乐的目光如同看着一只蝼蚁，你敢在外面胡说，我就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信不信？江管乐脸色煞白。陈彦慈从小便是混世魔王，如今虽然沉稳不少，但小时候的阴影还是留在江管乐心中，挥之不去。他知道裴彦慈绝对说到做到江成林，你等着瞧。江管乐跺跺脚，恨恨看我一眼，从院子里跑了出去。苏锦轩也来找了我一次，他眼下带着青黑胡子拉碴，也未及时清理。他跟我说和裴彦慈在一起，他看着我的眼神很复杂，我看着曾经同床共枕过的男人，心下却波澜不惊，与你何干？裴彦慈是有家室的人。苏锦轩皱着眉头，你为了他连名声也不顾他若真心对你，又怎会娶别人？苏大人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再次提醒他，我知道你只是因为我与你和离，所以你才赌气和裴彦慈勾搭在一起。灵儿，如果你愿意我，可以纳你为妾，至少你能有个名分，你跟着裴彦慈他连个名分都不愿给你，到了往后被人家夫人抓住，让你颜面扫地，苏府和丞相府也跟着你，脸上无光。他说完这话好像将笃定我会为了他做妾，傲然一笑，真是好大的脸面。我冷冷打断他，我却不知道你已经，虽然这般无耻，我当日瞎了眼才会嫁给你。苏锦轩显然恼羞成怒，江成林，不要连累我，苏家与丞相府放心，我和苏家和丞相府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你现在最好先担心一下你自己。不得不说，江管乐当日说让我走着瞧，还真就让我摔了跟头，一副风从车骑将军府上呈的密折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密这里陈述了我和裴彦慈在边疆与梁国太子合谋，想要谋取大周江山，一看就是江管院外祖干的好事。他之所以现在才拿出来，估计是为了打一场翻身仗，趁着皇帝对他战败之时怒气已消，再拿出这份证据将功补过。一时间裴彦慈成了通敌叛国的罪人。皇帝这时才终于注意到我这个便宜外甥女，然后他慌了，只是他自己心中有鬼，也不经查证，直接将裴彦慈撤了官职，将我和他一起下了大牢。梁家也被牵连，一大家子，男的被流放，女的被充作官祭陪。电慈让我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他的身上，可我不愿意。江管乐听闻我被抓带，苏景轩到大牢里来，嘲笑了我一番。皇上已经下旨，准备将你和裴彦慈斩首。苏景轩假装惋惜，我当日告诫过你，让你不要和裴彦慈搅和在一起，如今的下场是你罪有应得，我也帮不了你好，待夫妻一场。我来看看你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真是让人恶心。江管乐更是得意至极，说他终究还是赢了，我却一点也不怕。我手里的牌都还没全部亮出来，又谈何输赢超，曹文武都在为我求情。江小姐去往边疆，乃是为了和平。吏部尚书满脸正气，他与梁国太子和谈，乃是为了两国永结秦晋，不再经受战乱之苦。江小姐再怎么说，身上也流着一半皇家的血，又怎么会通敌叛国？圣上江里忽然站了出来，他现在虽已不再是丞相，但依然有上朝的资格。江成林虽是微臣，小女她就真做了，对不起，大周的事就应该得到严惩，绝对不能姑息。
江大人不。大叔瞥了江离一眼，江大人贬低为庶，自然是不在乎庶女的死活，但好歹也是亲生女儿。这是跟父母该说的话吗？皇帝坐在上位，一时间被吵得头疼，最终还是梁国书信一封证明我的清白，我和裴彦慈才被释放出来，但梁家却没这么好运了。户部尚书梁清官复原职，嫡女梁瑜却不甘成为官妓，受辱悬梁自尽。户部尚书字，此对皇帝失望无比。雷家吊唁过后，裴彦慈送我出门，我抬起头，望天万里晴空，没有一片云烟辞刮过吗？裴彦慈面无表情，却是不答话。我转过身，定定看着他，可是彦慈自古争斗，哪有不流血的道理？这次事情以后，皇帝终于注意到我了，为了嘉奖我促进和平的功劳，他特许我进宫见了我的母亲大周的长公主殿下。犹记得那日，母亲从丞相府里开始对我说，阿玲，你留在丞相府比跟我进宫更安全。自那一别再次相见，已是12年后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工人一路将我引到母亲未出嫁时所住的凤阳殿，高贵典雅的女子端坐在上首，头上是珠钗，玉簪身上是锦衣花袍，一如当年，美貌惊人。我一步步走到她面前，恭恭敬敬行礼。母亲大业，即成母亲的脸上有了欣慰的笑容。她站起身来，用手摸我的脸，眼泪随之落了下来。灵儿，以后你就叫程玲，不姓焦了好不好？我离开时，母亲恋恋不舍地拉着我的手，将先帝的兵符交给了我。皇兄早料到会有今日，因此留了一手，这支兵符能号令大周几乎一半的将士。我在宫内忍辱负重，就是为了能有今日，莫要让先帝失望，也莫要让我失望。我回到院里，裴彦慈早已经等候许久，户部尚书已经承诺，倘若银钱不够，会对我们进行支援。车骑将军也已到了边塞，不会碍事，我将兵符交给他，念慈莫要叫我失望。10月初1，庄皇家密文在京城传扬开来。话说皇家城氏一脉皆子嗣艰难，先帝只有一妹，就是大周如今的长公主，并无其他兄弟姐妹。先帝不明原因中毒后，担心膝下无子，于是从宗室过继了如今的圣上。而后没过多久，先帝便薨逝了。如今过了10多年，宫里一位老嬷末年迈出宫养老，临死之前说出了一桩惊天大案，先帝竟然是被当今圣上所害。当今圣上觊觎皇位，他知道先帝尚且无子，于是买通宫内的老嬷嬷，给先帝下了慢性毒药，逼先帝过继宗室之子。传闻越演越烈，皇帝终于出手了。他抓了许多人，却始终没有找到消息来源。10月下旬，陈彦慈拿着先帝兵符反了战火，在京城内蔓延开来。车骑将军远在边塞，鞭长莫及，有了先帝兵符，加上户部尚书的钱粮支持，裴彦慈一路势如破竹，很快攻陷皇宫，皇帝却未见踪影。最后，我和裴彦慈在龙以后的密道里找到了他。彼时，皇帝如同丧家之犬，头发散乱，一双眼直直看向我，你是何人？我差点忘了，他根本都没有见过我呢，是我看着他笑了。程琳，我是程琳。皇帝的眉心拧得死紧，肉眼可见的惊恐，果然是你。他语气带着诱惑，你好歹也是皇家之人，就心甘情愿将程家的江山拱手让人，只要你愿意投降我，封你为公主，享尽这世间的荣华富贵怎样？我又笑了，觉得他可真有意思。你不姓程可，是你不也做了程家的江山10几年？更何况我看了一眼裴彦慈，裴彦慈称帝后会成为他的皇后，生下太子，后世皇帝骨子里依然流着程家的血，不是吗？皇帝的眼睛瞬间死寂。皇帝被诛，裴彦慈称帝，改国好务，封前朝大周长公主之女程玲为后。科骑将军、柳州前丞相江里、大理寺少卿苏锦轩皆被革除官职，贬为平民。江里被罢免的一天，老赵见我，他对着我痛哭流涕，唤着乖女将管乐在他身边瑟瑟发抖，不敢发一言。我看着昔日曾叫过父亲的人冷笑，我姓程不姓江，我与裴彦慈同住历代皇帝所居的勤政殿宇，一般寻常夫妻般生活。他称帝的第一天天色将明，我卧在他怀里，受着前所未有的安宁与平静。这条路走得太过艰辛，行将踏错一步便是深渊，而结局是好的。28我也曾问过裴彦慈，他为何愿意和我一起做，这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，留下千古骂名的事。裴彦慈沉默许久，从地上捡起被雨打落的桃花，思绪飘得很远。74岁那年，江宅围墙外的桃花开得正面，小小少女贪玩，一只脚踩在枝丫上，伸手去摘桃花颤，夏微微的枝丫承受不住她的脚下一滑，一只绣花鞋掉了下去，端端正正落数码背上。少年怀中树下的少年怔了片刻，抬眼朝树上看去，他只瞧见内飞一角，素桃花拂面而来，迷了少年的眼。少女躲在墙头上，随着桃花分落青，秀白皙的面容渐渐清晰起来。从此他便知道，这是他一生都无法越过的劫难。他为他之如饴。后来我也曾见过苏锦轩一次，他不要命，单闯了皇宫，求我救救他的孩子。他和江管乐的孩子苏时宴，江管乐受不了平民百姓的生活，投河自尽。苏时宴受了刺激，是和狐朋狗友胡作非为，打伤了知府大人的独子。苏时宴被下了大牢，可他一点也不怕，还叫报销着当今皇后是他的姨母。苏锦轩没有办法，只好闯了皇宫，
再一次见面，他与我对视眼睛，心里似有千言万语。我没想到，我们竟走到如此地步。苏锦轩苦笑，你当初之所以和裴燕慈在一起，就是为了今天吧？我静静看着他这么久了，他始终还是不懂，我没有裴燕慈也会是别人。我淡淡道，我想让谁当这个皇帝，谁就能当顿、特顿，包括你，懂了吗？苏锦轩直接愣住了。许久以后，他用极其复杂的目光看向我嘴巴，张毅和灵儿，我将苏府的银子拿去支援有才华的穷苦书生，他们一入朝堂就是我的人，你本就中庸，我也没想让你为我做什么，就凭昔日你在江管乐手里救下我的义情，我也会好好对你，是你自己不争气。我坐在至高无上的地方，然后看着他慢慢匍匐在我脚下。后史书记载，帝后相识于微时，情逆甚笃，同宿勤政。殿帝后宫只皇后一人，终生为纳后妃皇后。成事育二子一女，长子立太子，次子封王公主。自封地番外，人人都道将丞相嫡女，将管乐乃京城第一美人，却不知昔日的大长公主比之还要美上3分，因她的美惹得新帝都动了心。新帝继位，表面是为了拉拢镇国将军和丞相府，因此赐长公主与丞相之子和离，实际上就是新帝想要独占的美貌的女子。长公主与江里和离后便入了宫，仍居凤阳殿。新帝觊觎长公主，美貌已久，在一个雨夜强占了她。自此，新帝日日贪欢，几乎宿在了凤阳殿。长公主夜夜承宠，次日便会备赏一碗避子汤药。新帝绝不会允许有先帝同样血脉的孩子出生，也因此，长公主那小小的女儿从来不允许入宫去探望她。小小的姑娘在宫外受尽了苦楚，长公主在宫内也受尽了苦楚，可是再苦能苦得过委身在毒杀自己亲人的仇人身下，再苦能苦得过自幼与母亲分离的苦楚，不怕只用待那小小的姑娘长大。